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。咱们先来做个小问答，今天出去吃了顿大餐，海鲜、烧烤或者火锅，回家了肚子胀得难受，怎么办？或者这几天天气变凉了，又出去吃坏了肚子，上吐下泻，该怎么办？再或者家里孩子肚子不舒服，又说不清怎么难受，我们又该怎么办？这些情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太常见了。今天这期视频我要给大家分享3个居家必备的中成药：平胃丸、藿香正气丸和保济丸。看完视频以后，再遇到这些问题，我们在家就能解决。咱们先来说说平胃丸，这个中成药就是太平惠民和济局方里的平胃散。这个药名气可能没那么大，但它解决的问题非常常见。首先咱们得搞懂一个概念，中医里说的湿，我们前面的中医基础里详细说过，这里简单回顾一下。大家别把它想得太复杂，湿就是一种阴性的邪气，像水一样，纯粹的湿感觉上就是偏寒偏重的。打个比方，你的脾胃就像一个负责运化食物的机器，如果湿气太重，就等于给这个机器里倒了很多水和泥巴，它肯定就转不动了。于是你就会觉得胃部还有腹部胀满，除了肚子胀，湿气重还有几个典型的感觉：身体沉重，感觉自己像裹了一件湿棉袄，懒得动；没精神，想睡觉，不是真累，而是一种昏昏沉沉的感觉，中医叫湿蒙心窍，感觉自己嘴里特别寡淡，吃什么都不香，舌苔又白又腻又厚，这是最直观的。大家可以伸出舌头看看，如果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油腻的白色舌苔，那8、9不离10就是有湿气了，大便不成形，拉出来的大便水多或者黏黏糊糊的。如果我们有这些表现，特别是吃完大餐之后出现的，那就是中医常说的湿滞脾胃了。用平胃丸准没错，平胃丸就是专门来对付这种因为湿把脾胃堵住了的情况的。注意，这是一种实症。什么叫实症？就是身体里多了不该有的东西，比如水湿、痰积食，这些都是多出来的，所以叫实症。虚症一般是少了该有的东西，比如气虚、血虚。所以平胃丸特别适合那种临时性的因为饮食不当导致的湿气重，比如今天跟朋友出去搓了一顿海鲜大餐，或者吃了一顿烧烤，吃得特别撑，回来就觉得肚子胀、恶心，肚子堵得慌。这时候用平胃丸就非常对症，它不是补药，是专门帮你把这些多余的湿浊给清扫出去的。那么它是怎么清扫湿气的？我们来看看它的配方就明白了。苍术这是里面的主力大将，它有个特点叫燥湿健脾。燥就是干燥，像烘干机一样，力量很强，能把脾胃里的湿气给烘干。健脾这个事儿概念可大了，不是咱们平时想的那么简单。大家看啊，要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运转不行，那我补脾就能起到健脾的效果。可要是气堵着了，让脾胃没法正常工作，那我得顺气，这也叫健脾。还有要是湿气太重，把脾胃给困住了，那我驱湿，同样是在健脾。另外吃多了不消化，食物积在脾胃里，那我帮着消食，这也属于健脾的范畴。所以说脾没法好好干活，原因多着呢，脾虚只是其中一种而已，可别再把健脾和补脾弄混了，他们俩不是一回事。我再跟大家说一遍，这俩药材苍术主要是帮着祛湿，顺带就起到健脾的作用了。而白术呢，重点是补脾胃，同时还能去掉身体里多余的湿气。这么一说，大家是不是就清楚了？厚朴这个药是专门解决胀满的，咱们身体里气不通畅了，就容易胀。厚朴能推动气的运行，气一走起来，水湿也跟着被带走了，这叫气行则水行。陈皮这是大家的老熟人了，能行气健脾、燥湿化痰，它既能帮助厚朴推动气的运行，又能帮助苍术化解湿气和痰。生姜、大枣、甘草这3味负责调理脾胃，让上面那几位猛将在干活的时候不至于伤到我们的脾胃正气。所以我们看平胃丸的思路非常清晰，就是用有香味的能燥的药，把堵在脾胃里的湿气给强力化掉、蒸发掉，再用行气的药把通道疏通，让脾胃恢复正常运转。它的功用就是燥湿运脾、行气和胃。说完平胃丸，我们说说大名鼎鼎的藿香正气丸。这个药几乎家家都有，但也是误用率最高的。请大家记住一句话：藿香正气丸主治外感风寒、内伤湿滞。我们怎么理解这8个字的意思呢？
就是身体被2种问题同时找上了门。外面我们受了风寒，有着凉感冒的症状，比如怕冷发热，一般是怕冷重，发热轻，头痛，身体酸痛困重。里面我们的消化系统被湿堵住了，比如感觉恶心、呕吐、肚子胀、拉肚子。这2种情况一结合，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胃肠型感冒或肠胃炎。比如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里待久了，一出门又是一身汗，冷热交替，很容易就中招了，一边流鼻涕怕冷，一边上吐下泻。这时候就是藿香正气丸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我们自己如何判断是不是藿香正气丸的症呢？这里有个关键的判断标准，看你的呕吐物和排泄物。如果吐出来的、拉出来的东西是清晰的，像水一样，痰是白色的，舌苔也是白腻的，这都说明是寒湿性质，这时候用藿香正气丸就对了。如果吐出来的东西是黄的、臭的，拉肚子很急，肛门有灼热感，那是湿热，就不能用了。所以藿香正气丸不只是管拉肚子，也不只是管感冒，它是管寒湿导致的，既有表面的感冒症状，又有内部的肠胃症状的情况。当然了，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吃多了湿滞脾胃，藿香正气丸也能用，或者只是单纯感冒也可以用，它的适应范围比平胃丸广。那它为什么能内外兼治？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组成就明白了。对外解表散寒的中药小组有藿香、紫苏叶、白芷，这3味药都有香味，能发散，既可以把体表的风寒给赶跑，又能化掉湿气。藿香是这里的核心，它既能往外解表，又能向内化湿，是个多面手。对内化湿和胃的中药小组有2陈汤，就是半夏、陈皮、茯苓、甘草，是化痰祛湿的主力，再加上厚朴、大附皮，增强了祛湿、行气、消胀的作用。扶正健脾的中药小组后元、白术、甘草、生姜、大枣，我们看它在驱除寒湿的同时，还稍微加了一点点补脾胃的药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怕我们上吐下泻太厉害，伤了元气，所以用这些药稍微服一把，但又不会因为补得太过而把病邪留在体内，可以理解为是8分攻2分补。那么丸剂和口服液我们该怎么选呢？藿香正气水的效果最强，因为它里面加了药用酒精，酒精的发散作用很强，所以如果你外感风寒的症状很重，比如头痛、怕冷很明显，用水的效果来得更快。但缺点是味道刺鼻，而且对酒精过敏的人，小孩可能就不太好接受。藿香正气丸和胶囊不含酒精，作用相对温和一点。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内部湿气重，没有明显的感冒症状，或者症状比较轻，用丸剂或者胶囊就足够了。像我本人平时出去吃饭，如果觉得哪顿饭吃的比较油腻，怕有湿气，就会在饭后吃1包藿香正气丸来预防一下。当然，如果出门在外，担心自己水土不服导致肠胃不舒服，也可以吃1包来预防肠胃不适。最后我们说说保济丸，很多人把保济丸和保和丸搞混了，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2个药。保和丸是消食导致的，保济丸是什么呢？保济丸更像藿香正气丸，但更平和，它能解表，能祛湿，还能消食，但每一个作用都不那么强烈，比较温和，这就让它特别适合日常调理。保济丸的配方非常复杂，我们不用一个个去了解，可以分类说，解表祛风的药材有薄荷、白芷、钩藤、广东菊花、蒺藜，有的偏温，有的偏凉，整体比较平和。祛湿行气的药材有广藿香、苍竹、茯苓、厚朴、薏米、化橘红、木香，这些药材偏温。消食的药材有神曲、稻芽，能帮助消化。清热生津的药材有葛根、天花粉，偏凉。把这些药加起来，整体就是平性的，最多微微偏温一点点。它的几个特点：一、寒热药并用。我们看它的成分里，既有偏凉的药可以解表清热，又有偏温的药用来祛湿行气，这样一搭配，整个药性就变得非常平和了。二、功能全面。它既有藿香正气丸那样解表加化湿的功能，又比藿香正气丸多了神曲、稻芽这类可以消食导滞的成分。所以保济丸的定位就是轻度的解表加祛湿加消食，正因为它平和全面，所以它特别适合处理那些不太严重、说不清道不明的肠胃不舒服，
比如小孩子经常是吃了东西不消化，食滞又夹杂一点湿气，可能还有一点点感冒的苗头。这时候用药性很强的平胃丸或者藿香正气丸可能过了，用平和的保济丸就刚刚好。南方地区，尤其在广东这样的地方，湿气重是常态，感觉身体有点湿，但又没到生病的程度，用保济丸作为日常调理就很好。症状不典型，就是感觉有点肠胃不舒服，说不上是寒是热，也搞不清是湿气重还是消化不良，有点恶心，有点腹胀，有点拉肚子，各种症状都有一点，但都不严重。这种时候用保济丸最保险，当然它对晕车晕船也有效果。简单来说，如果我们的问题很明确，就是吃油腻了，湿气重，肚子胀，用平胃丸。如果明确试着凉了，又吐又泻，是寒湿型的胃肠感冒，用藿香正气丸。如果不明确，症状比较轻比较杂，或者给小孩用，那选保济丸。最后我给大家分享几个藿香正气水的妙用。因为藿香正气水里含有藿香油、紫苏叶油等挥发性成分，还有酒精，所以它除了内服还有很好的外用效果。对于寒湿性的腹泻，如果比较严重，可以尝试将藿香正气水倒在纱布上，然后贴在肚脐、神阙穴上，这样可以通过皮肤吸收，起到散寒化湿、缓解腹泻的效果。夏天蚊子多，在身上或者周围撒一点藿香正气水，它那个特殊的味道有一定的驱蚊效果，蚊子闻到这个味可能就觉得你不好吃了。平常有晕车的朋友，上车前可以在肚脐上贴一块蘸有藿香正气水的棉花，对预防晕车也有帮助。好了，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期视频的内容。吃多了撑着了，我们用平胃散；又感冒又拉肚子，拉的是清晰的，我们可以选藿香正气丸；轻度的肠胃不舒服，或者小孩子肠胃不适，我们用保济丸。相信大家现在对这3种成药都有了清晰的认识，以后再碰到类似的肠胃问题，就能准确用药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收藏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